用户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楼盘的整体的绿化面积还是非常不错的。像这个游泳池啊，以及一些羽毛球场的设施也非常完善。我们的楼盘依山傍水。大家看这位用户名叫花开富贵的阿姨，已经迫不及待的申请了一下。你妈，怎么是你呀？我上班呢。你上什么班啊？我跟你爸在你包里发现了一张产检报告，你跟我们好好解释解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一个连男朋友都没有的人，居然瞒着我们怀孕3个月了！你不解释清楚，最好带上你那个男朋友一起回来。我去，未婚先孕，沈繁星玩的够花呀！居然是她，还怀孕了。You're my reason, baby. I spoiled my heart in the dead of night. 不好意思，小姐，这个浴巾是我的。没事吧？你好像是喝多了。好热，好难受。那这边躺会儿。 Centerfold, hard to hide it. Oh, on the walls in the writing. If we stay, we're complacent. Too much time to get wasted. I don't wanna end the same place. 他完了，直播出现这种事故，他这是给集团形象抹黑啊！我记得他好像还在实习期吧，这下肯定是转不了正了，要不然公司还得给他休产假呢。不能，对不起，沈繁星，你故意隐瞒怀孕的事实，是来骗产假的吧？你这种素质的人，怎么会留在我们集团？你被开除了。 马上去财务结工资，滚蛋！我没有那个意思，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滚！都闭嘴！谁敢开除我老婆？陆总，她是您老婆。 道歉，少夫人，对不起，是我口无遮拦，有眼不识泰山。是你！你还想躲着我？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1个月？要不是我下来售楼部视察，你还想自己把孩子给生下来？那天就是个意外。什么意外？既然怀了，我就得对你负责。走，上车。干嘛去？见你妈。 自摸清一色豪华7小队，1人200两啊！来，给钱，给钱，给钱！哎呀，爸给钱！手气今天可以呀，来呀！哎呀，媳妇儿已经手气不错呀！啊，那是。夫人，我输没了，给您写支票行吗？写什么支票啊，严首富，你现在连金矿就有4座了，就一个电话的事。哎，夫人您别笑话我了，没有您和老爷帮助。 我就是个贫困户，现在咱全村也属我最穷。这话说，怎么？你现在想好了怎么回答我啦？马
不是要见我男朋友吗？我们现在正在开车往家走的。啊？阿姨，真的？那太好了！我就说嘛，我的女儿怎么可能会找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嘛？那个小伙子，你慢点开啊！我和你叔叔啊，现在就准备去饭菜啊。对，准备饭菜。哎，好嘞，谢谢阿姨。那先这样啊，拜拜。慢点开，慢点开。真来了！太好了，小姐终于把姑爷领回来了。我这就通知全村人，用最高的仪式欢迎。哎，等等，我们打小啊，就对小凡啊最朴素的教育，除了培养他要有善良的本质，我们还希望他大了以后要找到一个心爱他的男人，而且绝对不能图他的钱财。是，那咱们还得给小凡把关。怎么把关呢？通知下去，把那些能露富的东西啊都给藏严实了。那个停在路边的那什么劳什么斯、什么拉力，都把它推到牛棚里去。哎，好，对，赶紧安排。哎，老爷夫人，好，首饰全摘了，首饰都摘啊！摘！哦，来，1、2、3。哎，老爷子，你这，我这没关系，放我这儿。来，原来是这个东庙村呢，也算是有名的钉子户了，是云城唯一一个没被开发的净土。要是能拆就好了，我就能带着爷爷搬去城里住高楼了。你可别想了，就你们村都不知道多少开发商想要过来拆迁，但你们村毗邻2个5星级自然保护区，开发商们那只能望而兴叹。不过，要是这份净土能被开发的话，绝对是寸金寸土，商业价值不低于100亿。要是我家能开发东庙村，或许真能让陆家一跃成为顶流家族了。爸，来了！你就是我们小凡的男朋友。爷爷好，叔叔，阿姨好，我叫陆景生，是小凡的男朋友。哎呀，想不到我孙女一表人才呀！哎，爸，你的腿哟！爷爷，你的腿好了！刚才一激动，看见你把男朋友带回来，我的腿好像是好了似的。爷爷是太惦记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激动了。哎，你们俩别傻站着了，来坐，快坐。哎，坐。来客了。哎，这小陆第一次上门，咱们杀头牛怎么样？这不是和牛吗？做牛肉界劳斯莱斯之长，这割一块下来不得上万啊！这孩子倒是有点见识哈。得嘞，起锅烧油喽！走。小凡，平时你们家吃和牛的呀？啊，对了，刚才那位叔叔看着有点眼熟，是不是云城首富严？严叔是我们村养牛大户。哦，可能是我看错了吧。小陆，抽一根不？不好意思，叔叔，我不抽烟。好，不抽烟好，抽烟有害健康。就你净带坏孩子。爸，那我也不抽了。哎，说起来。这个烟嘴是金色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黄鹤楼大金砖吧，3万多块钱一条，也就是平时我爸招待贵客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抽。他家也有这烟，小陆家有点条件。什么金砖啊？这烟呐，就是我们自家种的烟叶。哎，小陆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妈，
他是我们集团总裁。阿姨，我是替家里打工的，家里是做房地产开发。啊，房地产开发呀？嗯。哎呦，这几年气势可不太好啊。不过没关系，只要你跟我们小凡结婚，到时候啊，我就带你认识很多的关系，顺便呢再找一些黄金的地段。爸，你别瞎说，你又不懂。我怎么不懂啊？就远的不说，小陆，你看我们这个东庙村怎么样？有没有发展的空间？有没有潜力？有，这可太有了。只是咱们村靠近自然风景区，谁来的都不好拆。哎呀，这没事啊，只要你成了我们家的人，到时候你想怎么拆就怎么拆，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你别听我爸说的，他就是想拆迁，想疯了。叔叔只是为我考虑而已啊。啊，对啊，为你考虑。小伙子，上我这儿来。爷爷，你把这个收下。这是我们村的规矩，第一次上门要给见面礼的。爷爷，这是你最稀罕的老物件了，咱家祖传的宝贝。啊，那太贵重了。别，收下。祖传，不传给你们小两口，传给谁呀？难道你们不是真心的？是真心的。就是啊，你呢？爷爷，我们是真心的，比黄金都真。好。哎，这不是大乾文皇帝的传国扳指吗？这孙女婿行，连古玩都懂。我记得当年在海外拍卖会的时候，被一位神秘人给拍走了呀？怎么可能是传国扳指？我很小的时候，我爷爷就一直带着它了。这是我爷爷的宝贝。各位，对不起，小帆怀孕的事情，我不是故意瞒着你们的，只是我当时工作太忙了，没有来得及上门拜访。不过，我发誓，以后我一定会对小帆好。对了，这是我一点点心意，阿姨，请您收下。这是我名下的储蓄卡，里面有3000多万，算是给小帆的彩礼吧，是心意，更是诚意。3000万！3000万！你疯了！这不算什么，等你嫁到我家之后，我的钱就由你管。阿姨，妈，不收！咱们村的规矩是3倍回嫁妆，这钱你收了，咱们拿什么给人家陪嫁妆？那不收了？阿姨，您收下，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爱的是小凡这个人，我不需要您们陪嫁妆。傻丫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不好意思啊。喂，妈，你死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我在我女朋友家见家长呢。什么？你是靖宇的未婚夫，怎么还敢和别的女人处朋友？我不管你在哪儿，马上给我滚回来！妈，小陆，家有急事啊？不瞒各位，我家里还不知道我跟小凡谈恋爱的事情，不过你们放心，我会处理好的。那我刚刚怎么听说到什么未婚夫啊？是我从小定下的娃娃亲，不当真。要不然，现在小凡跟我回趟家。啊？我现在吗？现在。我不行的，我还没准备好呢。嗨，这有什么好准备的？你不都准备好多年了吗？是啊，这丑媳妇啊，总要见公婆的。再说了，我家闺女长得这么漂亮，谁见了不喜欢啊？对呀，这么漂亮，去还必须得去。老爷，哎，把那个多准备一些我们土特产，让我们新姑爷带回去，多准备点儿。那我们出发吧。
老爷，你要的土特产来了。严叔，我来吧。哎，小凡，来，拿着这个，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嫁妆。这能有10000块钱吗？咱家不富裕，为了我，这些钱也算是下血本了。可人家又不一定看得上。你放心，你公婆啊一定看得上。小凡，我们可以走了。叔叔、阿姨、爷爷，我们先走了。慢点开。开车慢点啊。拜拜。这孙女还有竞争对手呢。反正我对小鹿挺满意的。我已经把我们村的地契啊都已经给她了，那就是她的嫁妆，也是她以后啊在婆家挺直腰杆的底气。对，小鹿算是好起来了，拥有东庙村的地契，多少开发者做梦都想得到的开发权呢。伯母，是不是景生哥要领女朋友回来了？那我先走了，您提醒景生哥一定要喝汤，他最近实在是太辛苦了。你这样好的女孩子，景生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要是你们早点结婚就好了，我倒要看看他那个女朋友是个什么货色，让他连家都不回。那我留下来陪陪伯母。留下，正好帮你景生哥把关。爸妈，景生哥你回来啦。爸妈，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朋友。叔叔好，阿姨好。小姑娘长得挺漂亮，家是哪儿的？爸，人家才从农村跟我赶过来，水都没喝一口呢，你就查人家户口？什么？村里的？农村来的？是，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也配管我叫阿姨？你瞧瞧自己的穷酸样，进门前都不知道消消毒的吗？快把我家里人臭了！妈，干什么呢？你在说什么？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那你怎么就不知道你家里还有一个未婚妻在等你？你怎么就敢在外面乱搞，还把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带回家里来了？我对靖宇只不过是妹妹一样看待，没有多余的感情。倒是你们非要让我们俩凑一对。景生哥，你的心是被狗吃了吗？从小到大，靖宇对你不好吗？今天知道你忙，他一遍遍的给你热汤。一个豪门大小姐都被你做到这种地步了，你还不知足？这跟喜欢是一码事吗？你懂什么叫喜欢？诚心找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来气我们是不是？她不是什么野丫头，她有名字，她叫沈繁星，是我的老婆，此生我非她不娶了。反了你了还！我告诉你，这个家现在还轮不到你来说了算。儿子，怎么跟你妈说话的？快给你妈道歉！你干脆就永远别回来！你给我站住！你想气死我是不是？是你们非要拆散我跟繁星。伯母，你消消气，气坏了身体不好啊！你别管我，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快给你妈道歉！好啊，他先接受繁星，然后跟繁星先道歉。好啊，反了，真是反了！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呀。你得跟伯父伯母说清楚姐姐的好，他们才愿意接受姐姐呀。别因为我跟你爸妈闹太僵。没事。伯母，您消消气，不如我给您和伯父弹奏一曲，舒缓心情，如何？
好，这琴声真的是一如既往的美妙。听完以后，心情真的是舒畅多了。什么时候都得是我们家靖宇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谢谢伯父伯母。伯母喜欢音乐，不如你也来演奏一曲如何？你快别抬举她了，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哪里懂得什么乐器？小白，我在你家里好像看到一个小提琴，你真不会吗？那个，我只会一点点。一点点也可以。来嘛，助助兴。人家都说了不会。来嘛，来奏一曲。你这是故意的是吧？什么故意的？我只是想教教姐姐如何哄伯母开心啊。景生哥，你应该不会生人家的气吧？那个，我真的只会一点点，叔叔阿姨就将就听吧。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比靖宇的钢琴弹的还好听？岂止是好听，这怎么有这么高的音乐造诣？这简直就是殿堂级的水准了！听到了没有？爸妈在夸你呢。姐姐还真是多才多艺啊！要是家世再好一点的话，就更能配得上陆家儿媳的身份了。对，靖宇说的对，一个乡下农村来的野丫头，这以后让我们陆家的面子往哪放？啊，抱歉，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我也是为了陆家的声望考虑吗？没说错，农村来的就是没有家教，第一次上门就两手空空的过来。阿姨，我带了。张姨，还不赶紧把小凡带过来的土特产给拿上来？土特产，那可是稀罕物。说到礼品，我特地给伯父您带了好茶，知道您好这口。这个呀，是我特地托人从云南那边捎带回来的母树普洱。看看，你看看人家靖宇多懂事，快把它拆开给我看看。听说这云南母树普洱有钱都难买。这金花不错吧？这可跟市面流通的低档货不一样，偏偏不懂的人还行。啊，我不是说你啊，这兴许这农家采的茶比我的高档货更好。啊，这是正宗的云南古树老班章啊！哎呀，哎呀，看这品相，至少陈了30多年，我活了大半辈子，还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茶。农村的东西就是纯天然哈，但纯天然的也不一定什么都好。比如这野菜吧，就不能跟我送给伯父的天山雪莲一起吃，会影响药效的。你差不多得了，
我也是为了伯父的健康考虑啊。静宇说的对，没见过世面就是没见过世面，那些破土特产谁稀罕？啊！这，哎呀，这是天然牛黄！哎呀，天然牛黄！这是百年人参啊！百年人参，冬虫夏草，无鲜香啊！千年的灵芝。这个叫你们村里的土特产。我们村这种东西可多了，很多人都拿来当炒菜吃。炒菜吃好啊，总比那些什么雪莲好。伯母，你看景生哥，你是哪个村的？你们村里咋这么多宝贝？东庙村的。啊，我知道，就是那个谁去也拆不了的唯一的一片净土。我说的，这些药材里面都透着一股灵气。那确实是可惜了，地方是不错，就是拆不了。能拆又怎么样？也卖不了多少钱。想实现阶层的跨越，根本做不到。不是，钱靖宇，你里挑外撅是什么意思？景生哥，你真的误会我了，我是真的替姐姐感到可惜嘛。伯母，我爸爸都跟我说了，东庙村如果能开发成功的话，保守估计在100亿的价值。真的很可惜，我爸找了好多开发商，都找到云城首富那里去了，还是没办法通融。自然资源保护区谁也拆不了。婚姻讲究的门当户对，远的不说，如果我儿子把你娶进门，肯定要风光大半把，彩礼不能少给吧？可你拿什么还呢？嫁妆还少了，别人也会笑话你家的吧？妈，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彩礼我都给过。什么？你给了多少啊？就我那张卡。你那张卡里有3000万呢，他们给你什么了？3000万，这怎么还啊？他根本还不起。你到底有完没完？妈，他们一家人对我真的挺好的。第一次见面，他爷爷就送了我一个祖传的扳指。啊？什么？这是大乾文皇帝的传国扳指！丫头，你到底什么身份呢？爸，你真没看错吧？我怎么能看错？当年海外拍卖会，我就有幸在现场。这枚扳指被一位神秘人以5亿美金的天价拍走，拍回到了国内。哎呀，这是无价之宝啊！难道这真是皇帝的传国扳指？伯父，您再仔细看看呢。我在云城首富家里见过这枚扳指，姐姐这要是真的，难道首富家里那枚是假的？首富家里怎么可能是假的？这个就是假的。靖宇，你好好看一看，是不是色泽什么的都不如首富家里那枚。不管是真是假，稀罕就是好物件。姐姐你收好吧。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你干嘛？这个是我爷爷的宝贝。对不起，对不起，我多少钱？我赔给你吧，1万、2万，要不我还是给姐姐5万吧。我不要钱，你赔我爷爷的扳指。伯母，我真不是故意的。哎呀，算了算了，又不是真货，碎就碎了吧。一会儿我叫张姨进来打扫干净就行。凭什么算了？这个是我爷爷的。哎，姐姐，你消消气。我知道
对于你们这种农村家庭条件来讲，真没班只意味着什么？可对于我们这种身份的人来说，他真的什么都不是。你不要欺人太甚！我也是实话实说。姐姐，你别这样，我都道歉了。我知道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有着不小的差距，但对于我们这些人，凡事凡物都有它应有的价值。比如说我吧，如果能跟景生哥结婚的话，我爸说了，嫁妆最少10个亿。什么？10个亿？伯父伯母，我钱家的底蕴你们也是知道的。我爸说10个亿，那就一定是10个亿。哎呦，静宇，那你要是能嫁过来的话，我们陆家可得风光大半呢。小点声，小沈还在这。别拦着我！你要是能嫁过来多好呀！你景胜哥要是能把你娶过来，就真是享福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金钱去衡量的。我跟小凡是真心相爱，我不怕告诉你们，小凡现在怀了我的孩子，此生我都非他不娶了。你小子让人家怀上了！伯父，现在都什么世道了，怀孕对女孩子来说再正常不过的了，你说是吧，伯母？对，你难道还想用这个孩子来道德绑架我们陆家？那你可真是打错算盘。我没有。那就去打掉，用行动证明给我们看。妈，你在说什么呢？她怀的毕竟是陆家的血脉。这确实有点过了。以他的身份，如果要不是有孩子，能踏进我们陆家的大门吗？如果把他娶回来，他能给陆家什么？什么都给不了。伯母，不是我多说，只要我和景生哥结婚的话，我钱家的资源和人脉都随景生哥用。我才不要什么人脉资源，我要的只有小凡，还有我的孩子。你不在意不重要，那他也不能真的不给吧？你能不能闭嘴啊？你不要不识好歹了，放个千金小姐不要，非要娶这个连嫁妆都没有的乡下野丫头。我有嫁妆，我妈也给我准备了嫁妆，虽然不多，但也是我们的诚意。姐姐的嫁妆在哪儿呢？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啊！好啊，好你这个死丫头，我们家给了你3000万，你就拿这么一个破红包来糊弄我们，这里面能装多少钱？你走，赶紧给我走！好啊，他走的话，我们一起走。你非要气死我，你才开心是吗？哎呀，伯母，这个红包好大呀，里面至少能装1万块钱吧？哎，伯母，你消消气，说不定这里面都是支票呢。我打开给你看看。这也不是支票呀，怎么是一堆破纸啊？不可能，难道是我妈装错了？好啊，你竟敢这么羞辱我们陆家！啊！这地契是都没有存的地契。什么？丫头，你们家竟然能拿出东庙村的地契当嫁妆？你知道这价值多少钱吗？上百亿呀！哎呀，我的天哪！我就说嘛，能拿出这样的茶叶和土特产的人，不简单吗？天呐，上百亿！难道我爸妈真是隐藏富豪？我家真的超级有钱？爸，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这是不是好多好多的钱啊？咱们家哪有钱？这假的，这是。小凡，小凡，妈妈刚才眼皮子浅，你可别跟我一般见识啊！咱们现在就好好聊一聊你和景生的婚事。伯母，万一这张地契也是假的呢？这只是我的猜测啊。那毕竟姐姐的扳指也是个赝品啊。我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我只是说万一你是被家里人骗了呢？好像也有这种可能啊。不可能是假的，你看这上面盖有东庙村村委集体的钢印，这东西假不了。既然地契是真的，那这个扳指也是真的。千靖宇，想怎么赔？千靖宇，想怎么赔？你得赔我爷爷的扳指。你说你也是的，你伯父刚才都说了，那枚扳指价值5亿美金，你怎么就给摔碎了呢？伯母，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哎，这还真说不准，说不定你就是嫉妒我们家小凡，故意留下来挑唆我们的关系。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打碎的东西就得赔。钱大小姐，你不是这都赔不起吧？小雨，这事儿确实不沾。你们都欺负我！伯父，您真的确定这是真的吗？东庙村的全村协议等于拿下东庙村的开发权，他怎么可能有本事办这么大的事啊？连云城首富严复海都办不到。你说谁？首富是谁？你不会连首富严复海都不知道是谁吧？那这张地契就更不可能是真的了。我当然知道，严复海那是我叔。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问清楚，你也好好听听，地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严复海是你叔？妈，你给我的嫁妆我都看到了，里面都是咱村的地契。可是现在非有人说地契是假的。什么？你公婆不信？我现在就给你证明，我让你严叔亲自把东庙村的开发协议给你送过去。老严，你即刻发布出去，东庙村的开发权正式对外开放。好的，夫人。陆景生这小子真是好命，能娶到我家大小姐。这开发权一旦散布出去，开发商们能把陆家的门槛都踏破。这次陆家恐怕要真的问鼎顶级家族了。既是我的女婿，顶级家族只是他的起点，并不是终点。什么？你说东庙村的开发权对外开放了？我们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个机会，马上放出消息，我全家愿意质押全部家产，向银行贷款80%，势必拿下东庙村的开发权。我倒要看看整个云城还有谁能与我争分。钱斗真要赌上全部，这样风险会不会大了点？高风险高回报。东庙村一直对外宣称，因为毗邻2个5星级自然风景区，所以不能拆。这个别人不清楚，我很清楚。真正的理由是幕后有位滔天大人没有点头同意而已。所以这既是投资，也是和那位大人物拉近关系的机会。哎，小姐呢？怎么一天没见到她？好像是去陆家了。区一个陆家小子就把他迷得神魂颠倒，到现在都还没拿下。备车，我亲自去一趟陆家，我这个当父亲的去给他当面提亲。这回相信了吧？赔钱。景生哥，你别这样对我，我害怕，我真不是故意的。还装？是不是故意的？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姐姐，
是我不好，我惹你生气了，我跟你道歉，你原谅我吧。喂，爸。你在陆家是吗？对。不就是个陆家小子吗？一直你都拿不下，你现在跟陆景生爸妈说，东庙村的开发权我拿下了，你问问他们想不想跟着喝一口汤？爸，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我马上到陆家门口了，东庙村的开发权被我拿下了，他们想跟着喝口汤的话，就识相点，早点把婚事给我定了。小雨，东庙村的开发权真的被你家拿下了？姐姐，你演的可真好，差点把我们所有人都骗了。我才没演戏，我妈不会骗我的。等会儿我严叔就来给我送开发协议了。不是吧，不是吧？你不会现在还以为你那个什么严叔是严富海吧？我妈说是，那就是。人不大，口气倒不小啊。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就你也敢说严首富是你叔？爸，你可算是来了。姐姐说严首富不但是他叔，还说他家有一枚和首富家一模一样的扳指，难不成是首富送给他们家的？那绝对不可能，首富可稀罕那扳指了，怎么可能送人呢？就算是送人，也不可能送他这样的乡下人。姐姐，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能拿个赝品让我赔你5亿美金啊？真想钱想疯了。他摔碎我爷爷的扳指，那都不该赔吗？你一个乡下村姑，拿的扳指能赔你5000块，那已经是顶天了。大千叔，那枚扳指我看了，好像真的是那位大乾文皇帝的传国扳指。哦，行，那我现在给严首富打个电话，问问他扳指是不是送人了。你现在打，他要是知道你女儿摔碎了我爷爷的扳指，就等着被狠狠收拾吧。喂，是严首富吗？啊，我是钱氏公司的钱新福啊。您看我东庙村开发项目的事儿，是那个放化云城贷款80亿也要竞标的钱董啊？啊，是的，是的。您现在在哪呢？我一直都想亲自拜访您一下。我现在进城去陆家，等我吧。啊，您怎么知道我在陆家呢？还麻烦您亲自给我送协议啊！哈哈哈哈！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严首富都要亲自给钱总送协议来了。可扳指的事他提都没提一句。姐姐，你就别嘴硬了，等会儿严首富来拆穿你的扳指是假的，地契也是假的，那你该多丢人呢！你家不嫌丢人倒无所谓，那不能连累了陆家一起丢人吧？你胡说！我妈都说了，那都是真的。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都相信小飞。我之前怎么没有看出来你是个这么有眼无珠的人呢？为了个野丫头这么对我女儿，那我钱家这嫁妆，你也不配收了。伯母，要不要一起看看我家的嫁妆？哇，这些得有10个亿了吧？10亿对我们家来说真不算什么，我家注重的呀是品味。有人认识这幅山水吗？佳士得拍卖行，拍卖价高达2000万。知道它为什么值钱吗？因为它出自书画大师方正一的关门弟子，那位神童7岁时创造出来的，只有懂的人才懂得此画的珍贵。哎呀，好画，好画呀！山水意境跃然纸上，真的是活灵活现的。伯父既然喜欢，就再好不过了。姐姐要不要一起来看看？不用欣赏了，这幅画就是我画的。你画的？姐姐真是什么都敢说呀！你知道这幅画的艺术造诣有多深吗？上拍卖之前，无数画家都为其追捧。要不是我爸有实力，
还买不到这幅画呢。我不懂什么艺术造诣，这就是我7岁的时候随手瞎画的。画得好。原来我们村的那个落魄的年画师傅叫方正业，还是年画大家。哼，真是不知所谓。但凡有点常识的人都不敢碰瓷神童的名画。帮我接杯水好吗？啊。你要干什么？你看清楚了，这画就是我画的，这是画中画，山水画里藏着千里江山图。一派胡言！我买的画人有我懂。我的画！姐姐，你闯祸了，你毁掉了艺术，更是造成了2000万的损失。好啊，你个死丫头，你赔我2000万！你给我让开！你等一下！等什么？都怪你插科打诨，不然他也不会有这个机会毁掉这么贵的画。你快看！竟然真有千里江山图！这真是小凡你画的？哎呀，我陆青松何德何能，这辈子能看到此等墨宝？这感觉没有刚刚那幅山水好看，这还能值钱吗？值钱，很值钱。小凡的这半辈子下去，这幅画的价值至少翻2倍，6000万不一定能买到。什么？就这样就值6000万了？6000万只是止步，能够精通画中画的人，至少是特级书画大师。哎呀，小凡他是特级书画大师，就他还特级大师，也不知道从哪听说了这幅画的机关，在这里冒充本尊吓唬人呢。你必须清楚一点，你就是个什么实力都没有的底层。你凭什么说我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我妈给我准备的嫁妆啊，价值100亿的嫁妆。什么玩意儿，还价值100亿？东庙村的集体地契，姐姐非常确定的说，这都是真的。哎，胡说八道！东庙村都归我开发了，他能有什么地契？你好大的胆子啊！竟敢伪造地契！你吼什么呀？你凭什么说伪造？哎，你还真是不知好赖！我女儿怎么就看上你了？我还看不上她呢。来，你们都仔细给我看清楚，这户村的村民叫什么名字？郑开和，怎么了？哎，问题大了！郑开和是3省商会的会长，他怎么可能是你们村的？3省商会会长？我不认识什么会长，郑开和就是我们村管广播站的。天大的笑话！人大会长怎么可能去你们村广播站？一个名字而已，兴许还是巧合呢。伯父说的也有道理，也许是姐姐某次看过这位大人物的财政频道，就随便写下来了。只是没想到我爸认识这位大人物。啊，难道我又说错话了？你没错，这一个是巧合，这2个总不可能是巧合了吧？你给我解释解释，境外石油寡头刘荣华是怎么回事？他也是你们村的？没错啊，他是我们村养猪的。我操，赵福海，新能源集团掌门人，他的名字你也敢瞎写你？他就是我们村打鱼的。武顺义、林东强、刘占全，哎呀，这都是一些了不起的大人物啊！天哪，你怎么敢的呀？敢用他们的名字来骗人你？好啊，你还是个丧门星啊！你伪造这些地契，这得害死我们陆家呀！我没有，还说没有？用脚趾头想，这些大佬也不可能是你们村的。姐姐，就算你想嫁豪门，也不能用这样的手段呀！你这样真的会害死人的。没有。哎，云儿，我们走，他们想找死，别连累我们。哎，小雨，你帮帮伯母啊！只要你肯帮我，你和景生的婚事我可以立马定下来。要不
撕了这些假地契，不就没有人知道了？阿姨，你干嘛？这可是我家房子的证明。东庙村都归我开发了，这里面要是真有你家房子，等拆了以后赔多少，那也是我说了算。哎，你给我滚，滚出我们家！妈，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拦住景生哥哥，别让他犯糊涂！赶紧走！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家大小姐？小凡，没事吧？严叔，受委屈了。你竟敢把我家大小姐推到门外！你们做家长的就是这种态度吗？我看你们陆家是坏到头了。爸，怎么回事啊？严首富怎么管她叫大小姐啊？我也不知道啊。难道这丫头说的是真的？严富海正是她说。严叔，就是他，他女儿摔碎了爷爷的扳指，咱村的地契也全都被他烧了。钱兴福，你他妈吃了狗胆，竟敢这样欺负我家大小姐！误会啊，我真不知道她是大小姐啊，不然您借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的呀。这扳指多少钱？你说个数，我赔还不行？拿什么赔？这是我送给我恩人的礼物，是他爷爷最稀罕的物件。你有几个臭钱了，都不知道怎么瞎嘚瑟是吗？最好给我买个一模一样的，否则你钱家就别想在云城混下去了。在你们家就这样看着我家大小姐被欺负，这门婚事不谈也罢。小凡，我们回家。我们不嫁了。小凡，能不能不走？不走，留在这里做什么？让他们继续欺负我家大小姐？你是怎么答应我们的？你就是这样对我家大小姐负责的吗？小凡，我们知道错了。严首富，我确实是被他们挑拨的。现在知道错了，晚了。你们错过了泼天的富贵，还有你。你要还算个男人的话，还想求我家大小姐嫁给你，就给我们做上门女婿吧。小凡，对不起。对不起没用，路我已经给你指明了，怎么选，自己看着办吧。小凡，我们回家。儿子，你干嘛去啊？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去。这可怎么办呢？怎么闹成这样啊？我劝你，你不听，现在搞成这样了，能怪谁？都怪你！要不是你挑拨，我会那样对小凡吗？这怎么能全怪我女儿头上？你不也嫌弃人家是农村丫头吗？还有你，那可是东庙村的地契，上百亿的地契，你说烧就烧，拿什么赔我们？你简直是不可理喻！喂，我是钱幸福。您好，钱总。您参与竞标的东庙村开发项目方案审批通过了。什么？你是说东庙村开发项目？是的，钱总，您通过了。关于东庙村的项目，我们家夫人特别交代过，额外再给您提供100亿的资金支持。哦，好。所有人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我们夫人说，这次项目的开发人是我们大小姐的婆家。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成员都给我拿出100%的劲头，对钱家一定要格外照顾，一定要做到有求必应。哎呀，都听见了吧？万鼎集团行政处亲自给我打电话了，这项目成了，严富海以后见了我，那都得点头哈腰的。是那个万亿集团的万鼎集团吗？哎呀，
我听说这是全国第1大财团了。当然，我也不怕告诉你们，之前东庙村项目一直不让开发，就是因为万鼎集团背后的大人物没有同意。现在我被选中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钱家也要一飞冲天。爸爸，你也要当云城首富了吗？说得好，说得好啊！这个严富海对他的恩人的女儿叫了几句大小姐，你们就真以为她是大小姐了？哼，山鸡就是山鸡，它永远变不了凤凰。走，跟爸回家，让他们2个好好想想，对你钱家，他们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态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电话你也听到了，拿下开发权的是钱家，可我们却把钱家得罪了。你还想怎么办？儿子让你逼走了，他的婚姻你就不能让他自己做主吗？不行，不行，我不能让那个野丫头把我儿子骗走。明天你和我一起去东庙村，把他给我找回来。你长没长心？你要是敢不和我一起去，我就和你离婚。我去，过2天不行吗？要不然我真的没脸了。你快点呀！小雨，你怎么来了？我早就知道伯父伯母要去东庙村，走吧，一起。这感情是好呀，你一定好好劝劝景胜哥，我们一起揭穿那一家子大骗子。用点劲，对，先对半劈开，再多劈几刀。这种金丝楠木啊，特别难烧，得劈细一点才好。好。哦，小陆啊，差不多就行了。一会儿啊，把咱家的锅拿出去给换了。这种纯黄金的锅导热性是不错，但是用金丝楠木烧火，锅底容易黑，会影响到菜的口味。完事儿之后啊，记着上你刘叔家去一趟，他家养的跑山猪，那肉才叫一个香，好吃。好，爷爷，没问题。真不敢想，原来境外石油大亨刘荣华是咱村养猪的。那个养鱼的赵叔啊，想让你下午去帮他抓鱼。回头你下水之前啊，记着要换上水鞋，不然那个珍珠蚌什么的外壳锋利，哎呦，那要扎破了脚可就不好了。爷爷，你说的赵叔，不会是新能源集团的掌门人赵四海吧？他在咱们村啊，就是个养鱼的。对，就是养鱼的。小凡，那我下午去抓点鱼去，顺便给你捞点珍珠蚌。珍珠在外面卖的可贵了，珍珠项链是个奢侈品。还是小陆好，会做人，知道心疼媳妇儿。那爷爷你也心疼心疼他，他来咱们家以后净干活了。没事，你懂什么？那叫磨练。得，爷爷让他干活，爷爷成了坏人了。妈妈这是磨练，爷爷这是锻炼。你们这群乡巴佬，竟敢这么使唤我儿子！妈，你们怎么来了？接你回家。妈，别闹了。你竟敢这么使唤我儿子，让他来当上门女婿，其实就是让他来做苦力。他可是我陆家的大少爷，才来你们家几天，都埋汰成乞丐了。你们竟敢骗我景生哥来干农活，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景生哥，你还是跟我们走吧。只要你跟我爸好好道歉，我跟你保证，东庙村的开发协议还是给你们陆家来做。东庙村的开发协议在我老丈人手里，跟你家有什么关系啊？别骗傻了！东庙村的开发协议跟这群乡巴佬有什么关系？小雨，你快把协议给他看看，让他好好清醒清醒。景生哥，东庙村的开发协议，万鼎集团早就发给我了，你真被他们骗了。妈，这怎么回事？怕是小李忙糊涂了，领会错我意思了，回头打电话问问他。什么小李？那是万鼎集团行政处的李继恩李经理。要不是我，你们这群乡巴佬可能连李经理的名字都得上网上去查吧？舔着脸在我面前装呢。大家都是成年人，说话不要太难听了。嫌我说话难听，就别做难看的事儿。
我告诉你们，不管你们是严复海的什么恩人，哪怕是救过他的命也没有用。东庙村的开发项目是万鼎集团的夫人亲自交代给钱家的，板上钉钉的事儿，严复海在钱家面前屁都不是，知道不？我怎么不知道我把项目给到钱家了？听你这口气，是把自己当万鼎集团的夫人了？你属塑料袋的吧？这么能装啊？不装能死啊！少说两句吧。你有愿意跟他们废话？听话，现在就跟我回家，你别逼着你钱叔叔，到时候跟你翻脸，谁都保不住。小陆啊，坐到爷爷这儿来，我倒要看看谁敢跟你翻脸。小陆，还不快过来！来，有个瘸腿老头，口气都不小。你们竟然敢这么跟我爷爷说话！走走走走，我们家不欢迎你们！滚！你们凶什么凶啊？你们别乱来啊！我爸马上就过来考察你们拆迁工作啦！就是，谁敢嘚瑟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们，钱家是真正的有钱有势，谁敢乱蹦跶一个，钱总过来真收拾你！妈，什么叫有钱？你不懂能不能别瞎说？你钱叔叔就是真的有钱。行，那你们看看，我这算不算有钱？这叫千层布鞋，每一层都是金丝拉缝，这样的鞋子穿上脚才叫舒服。啊，这竟然真的是黄金！哎呀，这一双布鞋竟然用金丝拉缝！哎呀，这也太奢侈了！爸，这算什么？还有，妈，我这个不叫埋汰，这可是巴黎世家的最新限定款。巴黎世家？这群乡巴佬不知道在哪里弄过来的假标，就把你忽悠的找不到北了。你觉得是假的？景生哥，你要不再仔细看看，巴黎世家最新款我家都有，根本没有你这一款。自己看。真是限定款，这件衣服80万。这下相信了吧？我都说了，真正的有钱人是特别低调的。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几十万而已，小雨给你买不起啊！景生哥，你要是真喜欢这种破东西，我也给你买，你要多少给你买多少。我真是服了。好，你们跟我来，走吧。走走走。这些你都买得起吗？就这些车啊，比亚迪，上世纪的老爷车，我没有炫耀的意思啊，就说这些车白送给我开，我都不开。那是你开不起。我老爷车居然是劳斯莱斯！我岳父说了，在村里没必要开，我们都骑马。这竟然是极品汗血宝马！一匹马而已，有什么稀奇的？这是汗血宝马，是用钱都难以买到的极品。看来亲家的丰厚底蕴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我看咱们还是跟回家吧，快走！快回家吧！哎呀，回什么回呀？汗血宝马怎么了？难道还比得过东庙村的开发项目了？你少跟我扯些没用的，赶紧现在跟我回家，老老实实的回去和小雨把婚礼给我办了。简直是不可理喻！轰出去，赶紧轰出去！出去！谁敢动他一下试试？爸，你可算是来了，他们不让我带景生哥走，还要打人。反了他们了！谁敢动你，我扒了他们的皮！你们来我家闹事，你还有理了？谁说这还是你家？林秘书，给我算一下，拆了他们这里要花多少钱？东庙村毗邻2大自然风景区，拆迁的话，按1平方面积在20万左右。这对吗？22万。会不会算账？ 15万。10万。
5万。哎，对，1平方就按5万块钱算。我撑死给他们500万，我想拆什么就拆什么，想盖什么就盖什么。不能这么干吧？东庙村的拆迁标准每户按5000万，这差距也太大了。就他们这群乡巴佬，给他们500万，他们能花得明白吗？反而还得对我说一声谢谢。什么500万、5000万？这里是我家，就是5个亿，不让你拆，你也别想拆。还在这嘴硬，我让你看看这是什么？都给我看清楚了，这是东庙村的开发协议，我分分钟就能把这拆了盖厕所。而且我想赔多少，那就赔多少。各位要是想赔多一点的话，那就乖乖过来给我女儿跪下道歉，并跟她说你不配跟她抢男人。姐姐，你还是求求我吧，我这个人心软，说不定你一求我，我就原谅你啦。做梦！景生哥，你看嘛，我给过他机会了，是他自己不珍惜啊，那就怪不得我爸了。就算他们家被拆了盖厕所，也是他自找的呀。真让我感觉到恶心！你小子怎么说话了？你也给我滚过来道歉！还愣着干嘛？快过来给小米道歉！你真当我不知道你怎么回事是吧？你为了拿下东庙村的开发权，你的钱都是银行里贷款出来的吧？就你这点实力，还敢强拆我们的家？谁跟你说的？严富海是吗？你让他给我滚出来，我让他重新认识认识我。哎呀，就你这点破实力，还用得着我们说吗？我这点实力，我说拆你家那就拆你家。来人，铲车呢？给我拆！你们别乱来，否则后果自负。你小子，我是不是给你脸了？我儿子，你别说话，这哪有你的事儿？哎，景生哥，我爸之所以接这拆迁项目，不也是为了给我挣嫁妆？我家嫁妆到最后不也是给你吗？你不帮忙就算了，也别捣乱啊！你这也太伤他的心了吧？不好意思啊，我从来没有稀罕过你的嫁妆。好，我给你脸，你要什么？我今天就拆了这里，我看你们能拿我怎么样？我爸可是村长，你要是敢拆我家，我的那些村民伯伯叔叔们不会放过你的。哦，你不说，我还真有点忘了呢。我记得你之前伪造的地契上面，你们村的村民那都可是大人物啊！3省商会的会长郑开和，境外石油寡头刘荣华，这新能源掌门人赵四海，哼，他们人呢？你把他们叫出来，让我见识见识。你等着，我现在就叫人。还在这嘴硬，你要能叫来，我屁都不放一个，分分钟我就走人。姐，你还是让开吧，给你们500万已经不少了。等到我和景生哥举办婚礼，我希望你买件漂亮的衣服，大大方方的来祝福我们。哎，女儿，你说的太对了。来人，给我拆！谁敢动一个试试？开和、刘荣华、赵四海，电商巨头文强东都真的来了。东庙村由你钱家开发，导致第一个不同意。东庙村由你钱家开发，导致第一个不同意。郑会长，真的是您啊！您的大名我早就如雷贯耳了，我一直想给你登门拜访。老爷子，就是他们要拆咱们家的房子。是啊，说是要拆了咱们家盖厕所呢。老陆，这个3省商会会长怎么对这个老头这么客气？我早让你走，你不听。我说你多少次，亲家的底蕴超乎想象，这回惹祸了，知道害怕了？郑会长，我也不是随便拆他们院子，我是有开发协议的。什么狗屁的开发协议？咱们整个村子都欠着老爷子的恩情。今天谁敢动这房子的一片瓦，我要你钱家在云城除名！
你这人怎么回事？你凭什么打我爸？我打你爸又怎么了？你看他敢有脾气吗？把你给忘了，我在外边听着你要跟我家小姐抢男朋友，还要他给你道歉，可恶嘛！从小到大，我们家小凡就没有受过这种委屈。爸，我害怕。现在知道害怕了。刚刚不是挺能阴阳怪气的吗？道歉，立马跟我女儿道歉，并且保证以后永远别来骚扰我家小鹿。哎呀，小雨，你总是惹事，快给那个小凡道歉。小凡，是我不对啊，我让他给你道歉，快道歉。住手！我是不是给你惯的？这么对我女儿？爸，我害怕。没事啊，有爸在。什么在不在的？让你女儿给我家大小姐道个歉，委屈她了。他敢不道歉，今天你们都不用走了。哎，都给我站着！他敢不道歉，今天你们都不用走了。爸，三省商会的会长就厉害了吗？咱们背后有那位夫人撑腰，还能让他们把咱们欺负了？哎，都给我站着！别动！你敢不敢让我给我那身后的大人物打个电话？都别动，让他打，我看他能认识什么大人物。郑开河，我承认你有点事，但是你跟我那位大人物比起来，啥也不是。您好，李经理嘛，我是钱氏集团的钱新福啊。钱总，您客气，您叫我小李就行。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那个小李啊，我现在在东庙村拆迁呢，突然蹦出一个三省商会的会长郑开河，他阻拦我，不让我拆怎么办呢？啊，还有这回事儿？我再三确认过，东庙村的拆迁项目就是由您全权负责，谁敢阻拦你，谁就是和我们万鼎集团过不去，和夫人过不去。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都听见了吧？我身后的大人就是万鼎集团的夫人，你们谁还敢跟我叫板一下试试？夫人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认识，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就是万鼎集团的夫人，我怎么不知道？我把东庙村的开发协议给你了。什么？你是夫人？如假包换。你要是夫人，那我岂不是天王老子了？我今天就拆了这院子，我让你知道吹牛的代价。我是真没有想到，有一天有你这么一个跳梁小丑，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了。阿姨，我也是做女儿的，我非常能理解你想保护女儿的心情。可身份这个东西是伪装不来的。您说你是万鼎集团的夫人，可让大家看看，你有一点夫人的气质吗？她就是个农村妇女。小雨，伯母刚才让你道歉，是我糊涂了，我这次肯定相信你，咱们一起揭穿这一家子大骗子。妈，你可真是糊涂。看来今天这个房你们是非拆不可了。哎，可是你先得罪我了，会长又如何？我今天就把这拆了。试试，试试就试试，我就先拆了你们这院子，然后挨家挨户平了你们东庙村，看谁敢？谁敢拦着？连人跟我一起推了。出了天大的事情，有我给你们顶着，有万鼎集团的夫人给你们顶着，给我拆！够了！你立马带着你的破吊车给我滚出去！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你们钱氏集团在云城彻底消失。行啊，我给你个机会，你打一个我听听。曼芝啊，电话别打了。爸，您是？这种蠢货听不懂人话，得让事儿教他。不给他来点血的教训，他永远记不住。开河啊，你们都让开。这个钱董想拆吗？那就让他们随便拆。所以说人老成精呢，老家伙，还是你识相啊！想拆
只要你们赔得起，随便拆。怕就怕到时候你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喽。老东西，你吓唬我！小陆啊，别总板着个脸。这男人要想干成大事儿，遇见事，你心中首先要有静气。还记得爷爷教你怎么泡茶的吗？来，再给爷爷泡壶茶。哎，我们就看看这个钱董是怎么大展身手的嘛。温水烫壶，落茶高冲，洒茶入杯，关公巡城。老陆，这老头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慌啊？呀，这竟然是成化斗彩鸡缸杯！什么玩意儿？什么杯？成化斗彩鸡缸杯，高钱，我就不信你连这点眼力价都没有。它是稀有的古董硬通货，也是以前皇家御用的茶杯。这个茶杯就价值2个亿。什么？2个亿？一个2个亿，这6个杯12个亿啊！哎，还真是真品啊！这个赝品多，老东西你到底什么身份？真要拿500万拆我们家了，还在乎我的身份吗？拆家吧，拆家吧！拆完以后啊，我就让你知道我们是谁。钱董，我们还拆不拆？爸，没事儿的，你别被他们吓唬住了。首富严富海啊，之前欠他们家恩情，全国扳指这种东西啊，说送就送，说不定这个什么杯也是严富海送给他们的呢。女儿说的对呀，可这价值10几亿呀！哎呀，10几个亿算什么呀？咱们背后有万鼎集团夫人撑腰呢。你们给我等着！小李啊，东庙村有一个拆迁户，他们家里有点小钱，现在阻拦着我不让拆，怎么办？谁呀？这么大胆，钱董，你尽管拆，哪怕他家再有钱，都不可能有我们万鼎集团有钱。还是那句话，夫人下的死命令，谁都不能阻止拆迁工作进展。哎，好。那钱董您先忙，等会儿我也亲自去东庙村一趟。哎，我不需要认识你们了，我让你们重新认识我，都给我往里冲，不管里面有什么都给我砸喽！爷爷，他们要砸我们家东西！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放心，他们谁都不敢拆。东西，你还在这给我装呢！我今天不把你家砸个顶掉，我就不信钱！哎，愣着干什么呢？还不快砸！我让他知道惹怒我的后果。钱董，这手表不对呀，好像是理查斯米勒手表，还是限定款。哎呀，这竟然真的是理查斯米勒的手表，还是上个世纪的典藏款，这价值要比成化斗彩鸡缸杯还要高。就这破表能值什么钱？伯父，要不我去车里帮你拿副老花眼镜，您再好好帮忙看一看这块表的价值。你是说我老眼昏花了？我没有，我只是担心您看错了不要紧，要是让姐姐家白高兴一场，那就不好了。你对小雨好什么？你研究古董也就是半吊子水平，不然这几年也没见你拿回来一件好宝贝，怎么到了别人家什么都是值钱货了？你们懂什么？这块典藏款手表是全球唯一的一块表王，它的象征意义非凡。它是由近100位工匠大师手工锻造的，它是理查斯米勒集团对最优秀客户的馈赠。什么？小陆，行啊，你们家还有明白人。
老钱，你干什么？我现在就说他是个破表，我看你们谁不服？你就作死吧，一会儿有你好受的。该后悔的是你们，我不管你们身份是真是假，在我那个夫人面前，那都屁都不是，懂吗？钱总，您看这里面的东西，我们不敢动啊。什么玩意儿，大惊小怪的！哎呀，这是王羲之的真迹，吴道子的画，商朝的鼎，秦王的剑，这是程涛的兵马俑。哎呀，老爷子，你这是古董啊！你这是价值连城的古董，你的这些收藏品估计在博物馆里都没有。秦松，差不多得了，你已经惹我生气了。去。啊，老钱，你疯了吗？你没听明白我刚刚说的这些古董的价值吗？你完蛋了，你赔得起吗？这么大损失，拿什么赔？伯父，您又说错了，完蛋的不是我爸，是他们。什么？伯父，您既然那么懂古董，那不妨跟我们说说，您见过哪个博物馆会把收藏品送给个人的？那既然博物馆都没有的收藏品，姐姐家会有，要么说明这些收藏品是假的，要么说明姐姐一家是盗墓贼。哦，我没有说错，这些古董都是真的。还有一种可能你没有说，只要有收藏证书，公民是可以拥有这些古董的。姐姐，你们有收藏证书吗？看姐姐的反应，应该是没有吧？来，你们要是能把收藏证书拿出来，证明这古董是真的，那我赔你们就是了。爷爷，我们有证书吗？证书就在那儿，你们自己看。王羲之的字价值2亿啊！有这么多量，秦王的剑价值20亿美金！哎呀，什么？这多少？行了，都看完了吧？看完了就赔钱，只要你赔够钱，我们家你随便猜，你想建厕所就建厕所。爸，怎么办？难道真的要赔钱啊？我拿什么赔啊？我怎么可能赔得起？既然赔不起，那就别想走。谁说要赔钱呀？啊，赔多少钱我们万鼎还赔不起啊？李经理，你来了，你可得帮帮我呀！李经理真是好威风啊！现在万鼎集团都是你李经理说了算吗？夫人，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在这儿？我要是不在这儿，我家都要被人拆了建厕所。夫人，这里竟然是你家！钱继福，你哪来的狗胆子啊？竟然敢对我们家夫人这么冒犯！你们钱家完了，知道吧？完了！他真是夫人，夫人啊！我实在是不知道呀！哎呀，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现在就滚，我马上就滚啊！你不是天王老子吗？你不是说想拆谁家就拆谁家吗？你不是要平了我们东庙村吗？你他妈找死是不是啊？还不赶紧跪下给我们家夫人道歉！快点！我稀罕他跪下！他打碎了老爷子这么多藏品，他该赔多少钱？这些也是你砸的？我以为这是假的。
求求你们，给我条生路好吗？我真的知道错了。现在知道要生路了，你刚才砸东西的时候，可是很嚣张的呀！赔钱！我真的赔不起呀。李健，你给他一件一件的算清楚，他要是赔不起的话，他得进去蹲多少年？是的，夫人。这都不用点了，就算把钱氏集团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也不够赔一件古董的。景生哥，我求求你帮帮我爸爸，真的知道错了。那你呢？要不是你一直在煽风点火，事情还不会严重到这个地步。就是，活该。爸爸，对不起，这次我也帮不了你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乱砸别人东西是不对的。钱金宇，你什么意思啊？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啊？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你还有没有良心了？钱幸福啊，想跑是不是啊？啊！我刚刚算了一下，就你砸的这些东西，够你吃一辈子免费饭的。我带走。我们可没有砸东西，这跟我们没关系吧？有没有关系也不是你说了算的，给我带走。要不咱们一走吧？你们也想走，往哪儿走啊？儿子，妈这次是真的知道错了，我也是刚刚才看清楚钱靖宇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被他挑拨了，我识人不清啊。好了好了，满之啊，就别和你的亲家母过不去了啊！哈哈哈哈！你呀，早有这个态度不就对了吗？孩子大了，完全能够独当一面。婚姻的事情啊，我们当长辈的就别瞎掺和了。只要孩子们过得好，那比什么都重要。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老爷子说的通透，我都有点无地自容了。你老说的对，之前是我犯的。行了，都是一家人，没有什么事情是解不开的啊！哈哈哈哈！满之啊，消消气，给李经理打个电话，让他把合同送过来，咱们拆迁大吉。以后的事情啊，都交给小陆去做。哈哈哈！妈，我才不想拆呢，这里山清水秀的，多好的地方啊！我想跟小凡以后都生活在这里，在这里养老。行行行，都听你的，以后陆家都听你的。哎呀，好样的！你现在啊，总算有一个当妈的样了，哈哈。哎呦，今天人这么多呀，看样子挺热闹啊。哎呦，今天人这么多呀，看样子挺热闹啊。哎，这谁干的？小严啊，你今天一天跑哪儿去了？今天差点把你们家给拆了啊！有这事儿，老爷子啊？严首富就是不一样，一天到晚忙的连家都顾不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严叔，是这样的，刚才钱兴福带了很多人来，准备把我们村给强拆了。这个该死的狗东西，我要找他去。哎，你们都不生气的吗？哎，你们不对劲啊！严叔，事情都已经解决了好吗？但是
你家该拆还是得拆，而且我们只能给你500万的拆迁款。小姐，啥意思啊？严首富还不明白吗？就你这觉悟，是怎么当上首富的？拆迁合同我们已经签了，这个项目将会由小陆全权负责。哎呀，小陆要拆呀？拆，我家随便拆，你想怎么拆就怎么拆。老爷子，今天是个好日子，难得大家又来得这么齐，我们拍一张全家福吧。我看行。哎，最好最好！哎，赶紧亲家母啊，快过来啊！哎，客气了。哎，呀！拼的对吗，宝宝？妈，今天晚上就不用做我的晚饭了，我有个同学会需要参加。参加什么同学会呀？你不知道你媳妇怀2胎了呀？还不在家好好表现表现？哎，妈，放心吧，我是替小凡参加她的同学会，而且这并不是普通的同学会。听小凡说，他有个海归学弟今天就要回国了，而且很大的可能他要加入万鼎集团。爸，妈，走了，小宝，听话啊，拜拜。小凡，你当年坚持是对的，如今人工智能领域是行业大趋势啊。你提出的人机交互设想很成功，我整整花了7年的时间，总算把项目研发出来。大老师，我那个时候就年轻不懂事，有点异想天开了。人机交互项目之所以能成功，这都是您的心血和成果。年轻人低调点是好事，但是过度谦虚可就不好了。如果没有你当年提供的代码，老师就算再花几个7年，项目都不可能成功研发的。就算没有我，以您的水平，早晚也能突破人工智能领域的。哈哈，你这丫头净嫌好听着说。哎，你那学弟要是有你1半的谦逊就好。我这次派他回国加入万鼎集团是去帮你，他要是敢不听你的话，你就给我好好的收拾他。好，我已经让我老公先过去和他见面了。等我哄完孩子，我也会过去的。要是他不听话，我可就跟他说，是老师您让我收拾他的。好，就这样。这可是人机交互项目，一旦投入量产，整个万鼎集团都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各位，不好意思啊，有点堵车，应该也算来得不算晚吧。哇，一点都不晚。沈董打电话跟我说了，您这是牺牲了陪老婆孩子的时间，参加我们这个同学会。同学们，这位就是沈董的老公陆总，大家欢迎啊！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沈繁星我们都得叫沈董，她的老公我们见面就得叫陆总。请问一下，哪位是苗旭学弟？您的学姐交代过了，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照顾好。那苗旭学弟刚从国外学成归来，我们给他接风，他可能做主位。景生哥很惊讶，3年没见而已，不认识我了？怎么会不认识你呢？只是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景生哥啊，给你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就是苗旭，海归博士，人工智能领域研发工程师，也是我的老公。既然陆总来晚了，那自罚3倍如何？既然陆总来晚了，那自罚3倍如何？苗旭学弟，你可真会开玩笑。陆总今天可是东道主，你要是把他灌醉了，一会谁来买单呀？那就我来买吧。
我都好几年没有见过景生哥了，今晚高兴，所有的消费我来买单。那我也来，我替陆总喝，怎么样？这就是陆总的待客之道，难道是我苗旭不配让你端酒杯了？学弟，敬你。学弟，再敬你。景生哥真是好酒量，这几年应该没少帮姐姐挡酒应酬吧？毕竟这万鼎集团的上门女婿可不好当啊。说好听点的上门女婿，其实不就是个吃软饭的？要是连这点酒都喝不了的话，人家万鼎集团要他干什么？是吧？哼！还没喝呢就大了是吧？我倒觉得雷鸣说的也有道理，男人嘛，不管在什么时候，自身的腰板得硬，否则不但要受老婆的气，在外也有风言风语。你说是吧，老公？请吧，陆总。请吧，陆总。苗旭，你过分了吧？我过分？陆总，我过分吗？陆总要是觉得我过分的话，我现在就走。哎，老公，你可不能走啊！你要是走了，这万鼎集团的人机交互项目可怎么办啊？除了你和你的团队，别人根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的呀。景生哥，不然你还是喝了那几杯酒吧。我老公手里的项目可决定万鼎集团未来能不能上升一个新的高度。否则你把这案子搞砸了，回去可没办法跟姐姐交代啊。刚才我还夸你酒量好，我要是你的话，这吃软饭就得有个吃软饭的样。今天哪怕我把胃喝到穿洞，这项目我都不能丢，这人我都不能得罪。好，说得好。陆总，我还是给沈总打个电话吧。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要是让姐姐知道景生哥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姐姐会生气的。没事，我喝就好。好，景生哥真棒。自己喝啊。我还以为你酒量很好，你这看着也不行。男人不可以说不行。大家别光看着，鼓掌啊！杜总，你没事吧？没事，也还好。喝，喝呀！快喝，喝呀！喝呀！谁敢欺负我老公？谁敢欺负我老公？老婆，沈董，您终于来了，他们实在太欺负人了。
姐姐你来了呀。景生哥真的是好爱你呢，为了留住我老公这个海归博士，都快把白酒当成矿泉水喝了。绿茶，你还真是死不悔改呢！石凡心，你是不是有点拎不清了？我这次回国来，那是专门来帮你的，你竟敢还骂我老婆！杨旭，拎不清的人是你。好啊，你为了这个软饭男，竟然现在跟我翻脸是吗？以前要不是邓老师让我带着技术团队加入你们万鼎集团，我今天就不会过来找你，你懂吗你？老婆，几杯酒而已，忍忍就好。凭什么忍？生意我们可以不做，钱我们可以不赚，但谁敢欺负我老公，那就不行。景生哥，你真的是好幸福呢，姐姐对你也真的好好。老公，既然他不欢迎我们还是走吧。凭你手里的技术和团队啊，不管去哪个公司，一定会得到行业内最顶级的待遇。好，我们走。不过你们也要知道，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应用到市场以后，它的价值那将不止100亿，甚至是1000亿。你们的对手公司那就会把你们万鼎集团给吞并，你们就都等着破产的。不能让他们走。放心，他人可以走，但是交互项目那也不行。沈万心，你是在威胁我吗？姐姐，你这话说的真的很过分。项目是我老公的，我老公想卖给谁就卖给谁。你万鼎集团确实很有钱，可也没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吧？不好意思啊，我不让他卖，他就卖不了。姐姐，那我还真要看看你准备怎么做。难道你要把我们都绑了？我今天给他100个胆子，他都不肯。我承认，万鼎集团以前确实是有钱有势，但可惜呀，今天我回来了。以后我想让谁有钱，谁就有钱；想让谁完蛋，他就得完蛋。沈繁星，不然你还是跟人家道个歉吧。人家手里有制衡你们的技术，万一真把人给逼走了，你后悔都没地儿哭去。老婆，算了吧，我就道个歉，没事，挣钱嘛。老公，我们还是走吧，别让姐姐为难了。人机交互项目而已，肯定比不上景生哥在姐姐心目中的地位。沈繁星，你将错过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发明，而你以后也将失去一整个商业蓝图。杨旭，我承认人机交互是项伟大的研究发明，但你是不是有一点搞错了？人机交互项目的研发版权根本不在你手里，而是在邓华南邓老师的手里。而这项伟大发明的诞生是基于大学毕业时写的一篇论文，所以你走不走，能影响什么？老婆，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邓老师派他回国，就是给咱们家打工而已。他一个打工仔，自己当成我们集团的地方了。好，老婆，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你老公我立马就醒酒了。来，把它喝了。老公，他说的不是真的，对不对？人机交互项目，他根本不懂的，对不对？他们当然不懂，他们家无非就有几个破钱，你在人工智能领域那根本就是一无所知。我现在虽然没有人机交互的版权，但我找邓老师要，那他肯定会给我。你是要饭的呀？你问邓老师要，人家就给你。我可是邓老师的得意门生，
他的项目那都是我跟进的，他凭什么不给我？你错了，邓老师跟我说，你是他所有学生当中最不让他省心的。你傲慢无知，你总以为自己比所有人都强，但你根本不知道，邓老师把你带在身边，其实只是可怜你而已。你这是胡说八道！你还不可怜吗？如果不是邓老师愿意带着你，以你的水平，早就被学校开除了。难怪他这么没有素质，原来啊是在外面混不下去，跑回来瞎嘚瑟。你们都别听他血口喷人，他这完全是诋毁我呀！是不是诋毁？你自己心里清楚，而我很快也会让大家都清楚。杜鹃，去我车里把我的笔记本拿上。你要干什么？你又想干什么？老公，你别这样，你看起来好慌啊！明显这不就是着急了吗？他害怕被我老婆拆穿，担心以后在国内再也混不下去了。我可没有，我有吗？苗旭，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现在认错，我可以看在老师的面子上，就不追究你的责任。还想追究我责任？这个技术团队从头到尾那都是我的，这个研发版权也迟早会拿到我的手里。沈董，您的笔记本我拿过来了。操作一下，把笔记本连接到投影大屏。老公，难道这项目的版权真的跟你没有一点关系吗？有一点。这串代码你认识吗？我当然认识，不过你怎么会知这代码？它可是人机交互最核心的机密。认识就好。描什么叙事？你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原创作者沈繁星，我看你还有什么话想说的？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你如果不懂的话，就可以闭嘴了，或者你问问你的老公，这串源代码到底有什么意义？怎么会这样？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问我为什么？当初要不是你挑我怎么可能为难陆总？我怎么可能逼他喝酒？学姐，当初都是他挑拨我的，我知道错了，学姐，我不是故意的。苗旭，你怎么是这种人呢？明明是你嫉妒景生哥的优秀，你怎么能怪我？够了，你给我闭嘴！这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呀。我知道错了，你给我一次机会吧，学姐。我没给过你机会吗？可你不知道珍惜啊。陆总，你大量，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陆总。哎，你可别，我只是个软饭男，我都听我老婆的，我什么都听我老婆。苗旭，你身为人机交互项目的负责人，涉嫌泄露我们万鼎集团的核心商业机密，你就等着收我们万鼎集团的律师函吧。哎，3年前我让你跑了，你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你爸去背锅。今天你还想故技重施是吗？景生哥，你在说什么呀？3年前沈家古董本来就是我爸砸的，如今泄露商业机密的是苗旭，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吗？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吗？大不了离婚就是了吗？好你个贱人！我当初怎么没有看清你呢？我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这么惨啊？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景生哥，他威胁我，快把他抓起来！你也别心急，友情提醒你一句，你丈夫涉嫌泄露商业机密，而你涉嫌窃取我们万鼎集团的商业机密。等着吧，你和他会一起进去的。怎么会这样？坏事都是他干的呀！我这2年带孩子呢，没事的时候自学了法律。你要是不信，我很期待你找个律师团队。你怎么什么都会懂？你凭什么这么优秀？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送你一句话，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太太，不能趋于表面的浮夸，
不能只会勾心斗角，关键要有内在，不然怎么相夫教子呢？走吧，老公。回家。老爷子，人机交互项目是我们人工智能高级技术的一项重要领域，专注于研究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交互模式和技术。科技融于生活，让生活更加便捷。陆助理，老爷子虽然老了，但这浅显的道理，老爷子还是很明白的。你就直接讲技术怎么样应用吧。先呢就是语音交互，这个很好理解，智能家居便是利用了这个原理，用户可以通过语音助手操控门的开合关，还有智能音箱等。其次是手势交互，在虚拟场景里，用户可以通过手势来操控游戏和其他相对应的物品，还有眼神交互和情感交互等。听着不错，很厉害的样子。爷爷，这是小凡研发的项目，当然厉害了。爷爷，我跟你详细的说一下这个眼神互动吧。这个技术它的特点在于，用户可以通过眼神变化、眼动追踪技术实现无障碍驾驶。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您只需要通过一个眼神就能控制这把轮椅了。说了半天，在这儿等着你们是不是觉得爷爷老了，推不动轮椅了？爷爷，您这说的什么话？科技为人，科技为先。我之所以研究人工智能领域，就是受到您的启发。我想您能用眼球控制轮椅，我想有一天我能用科技帮您重新站起来。小妍，看到吧，这就是穷养孙女的好处。嘿嘿，我这个孙女啊，从小就知道心疼爷爷。大小姐的好没得说，我们都有目共睹啊。爷爷，您这是答应了？您愿意体验智能轮椅？我倒是想答应来着，可是我用不着啊。什么？我是真的用不着啊！爷爷，你好了？你真的好了？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嘿，臭小子，你是想说爷爷骗你？那你就说爷爷在骗你。我也坦白说，一直以来我都是在假装瘫痪，假的都是装的。爷爷，您这都是为什么啊？这都是为了你呀！一直以来，豪门沈家早就不缺钱了，哎，可是我们缺一个无比优秀的继承人，所以是我让你爸妈从小就对你穷养你的心态，培养你坚韧不拔、善良有爱的性格。看看，这好像是成功了啊！看看啊，你选的男人，你研发的人机互动的科研项目，都说明你成功了。我成功什么？我没被贫穷压弯我的脊梁，就算万幸。这什么话？我们对你是穷养的，我们家又不是真穷。哎，真的到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那我们的考验也就结束了。哎呀，我也想回去问问我爸妈，看看我爸妈是不是一直都在隐藏实力，说不定其实我也是一个万亿豪门的继承人呢。嘿，这话说的，你已经是万亿豪门的继承人了，你还搁这臭屁？那还不得谢谢爷爷，没有爷爷，我哪有这个机会？嘿嘿，要我说啊，要谢你得谢你老婆，没有她，我才不认识你是谁呢。小凡，其实啊，这件事我真的得好好谢谢你。谢我什么？智能轮椅你都用不上了。我是用不上了，可是还有很多的人能用得上啊！你这个人机互动项目啊，给千万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带来一丝希望的曙光。我决定追加投资300亿，让你能够把这个人机互动项目推广到世界各地。
真的？当然是真的了。爷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我不说啊，我就保证这个肯定是真的。哎，严首富啊，有没有兴趣和我这把老骨头一起来玩把大的？您老能带上我，是我的荣幸。杜助理，切下画面，把我的 PPT 切出来。老爷子，您看，我早就准备好了。这项技术啊，我们可以运用到公益事业上，比如医院、养老院，凡是腿脚不方便的群体，都是我们的客户。另外啊，我们要把价格打下去，真正做到让科技幸福每一个人。好，这可真够大的。可是这么一来，这300亿的投资是不是就差点意思了？300亿是有点少啊，所以啊，我准备把我的全部身家都投在这个项目。真的玩这么大？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什么要求？我的要求就是这个项目必须交给小鹿来做。想要讨好一位大小姐，就必须先学会讨好她的老公。说得好，说得好。哎，这是胜负心得。哎，小鹿啊，你有什么想说的？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心得，想吃好软饭，得什么时候都听老婆。老婆，你有没有问题？其实吧，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老爸就有钱，老公就有钱，我只要躺平就好了。哎，宝乖啊，一会儿妈妈和奶奶忙完了就陪咱玩，行吗？可以的。妈，这束花我已经扎好了，你辛苦一下，等下送到隔壁小区就行。好。哎呦呦，我儿媳妇的手真巧，这花扎的真好看。妈，你别整天变着花样的夸我嘛，我会害羞的。本来嘛，我儿媳妇确实哪都好。哎，别动别动，不能动，一会儿我来。你现在这2胎都快2个月了，做什么事情都得小心一点。景生这孩子也真是的，自己的老婆一点都不上心，整天就知道忙忙忙的。他是真忙嘛？人机交互项目已经推广2个月了，我听严叔说，云城的市场已经快要被我们全部拿下了，接下来就是往贫困山区的方向使劲了。景生他也是在做好事，不管做什么，那也不能忙得连家都不回啊。哎呀，我差点忘了，今天还是你的生日呢。不行，我得赶紧给这臭小子打电话，让他麻溜的给我滚回来。妈，别打，别让他分心。请问哪位是沈曼欣女士？有你的生日蛋糕，过来签收一下。谁送的蛋糕？是署名陆先生的顾客。这个臭小子，老婆过生日只送个蛋糕回来，人都不知道回来。陆先生说了，只能是沈曼欣女士亲自签收。蛋糕给我吧，我就是沈范欣。陆先生说了，当你想他的时候，就看看外面的天空。天空？对，外面的天空。It's beautiful life. 난 너의 곁에 있을게. It's beautiful life. 生日快乐！ 너의 뒤에 서 있을게. 你看那边。 Another day. 슬픈 말은 하지 말아요.